墨色未浓，残花轻舞，出水无声。我问心高谁中？提笔道出万年汹涌。划破天际的红，是否知道你的行踪？漫步天涯的痛，要等多久才会变冷？我愿，我盼，莫问为何转身情断。我愿，我盼，一人千愁难独自关。我愿，我盼，莫问古今为谁轻唱。我愿，我盼，我叹。我愿，我盼，莫问古今为谁轻唱。我愿，我盼，我叹。你是顺华？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呢？因为我一直在找你呀。其实有没有他们并无所谓，父母皆祸害，亲人也一样。现在滁州市已经没有人看守，你们可以进去。怎么办？他们肯定听到我们的对话了。我们现在只能抢时间，要赶在百里寒之前把3件宝物拿走。走。姐姐，你怎么不进屋啊？你是？世华姐姐。我叫小桃啊，算起来你还是我表姐呢。这些年一直陪在青川婆婆的身边，婆婆可想你了。顺华，外婆，你肯叫我外婆了？外婆，我想知道我父母的事情。好。顺华，我把你爹娘的事情和青川的历史，慢慢的告诉你。青川的女人都有一缕赤发，还有与生俱来对水的敏感，即使在大旱的年月里，也能保证部落和族人喝到干净丰沛的水。青川人逐水而居，还总是能在大旱之年获取最优质的水源，以致遭人妒忌。在22年前，一群可恶的异乡人冲进青川，杀我族人，烧我祖屋，连刚刚出生的你也惨遭横祸。你母亲为了救你，只能把你放在江里。自从那场灾难之后，只有我和少数外出的青川人躲过了这场浩劫，得以存活下来。为了躲避灾祸，我们活着的青川人到外面流浪了几年，这才敢回到这里。回来之后，我们就在村外布设了结界，不是青川人，或是没有青川人的带领，是进不来的。顺华，你在想什么？外婆，其实我在想，
我以前以为自己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，我总是在想，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为什么要抛弃我？我还恨过他们。可今天我才知道，我娘是为了保全我的性命，才把我投入江中。只是很可惜，我回来了，他们却已经不在了。你爹娘要是知道你能够平安回来，他们在天之灵也一定会很高兴的。那我娘她长什么样子啊？你娘啊，她长得很美，也很爱笑，在她身边的人都感到很快乐。你的父亲他是个勤劳、坚强、有担当的男子汉，在你的身上有着他们的影子。那外婆，您说我叫什么？你叫顺华，顺华就是木槿花的意思。你娘生你的时候，屋外的木槿花正好开了，你娘她是闻着木槿花的香味儿，把你给生下来的，所以给你取名叫顺华。顺华，我很喜欢这个名字。是啊，一定是你爹娘在天之灵保佑你平安回来的。外婆，那您知道毁了我们村子的异乡人是哪个部族吗？那个部族的人，他们嗜血成性，名叫尤乌。尤乌。兄弟，你就是素水吧？你可认识一个叫苏沫的人？认识。不瞒你说，苏沫姑娘是我们青川失散多年的女儿，如今她终于回到故乡了。她怕您在这等着急了，让我们请您去青川做客。请。走，这边请。尤乌族人，害得我们青川人差点灭族啊！这个仇恨，我们青川人世世代代谨记。总有一天，我们要报仇雪恨。外婆，我的那个朋友找到了吗？刚才已经派人到碑林去请他了，想必快回来了。哦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走。你的伤还没有好，不能再赶路了。不行，你去告诉将军，我们已经找到召唤青龙的方法。我先行一步，去西冥。召唤青龙，你流了很多血。这就是血蟒一族的宿命，我早就认命了。值得吗？血蟒一族生来就是为了召唤神兽的，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神兽的护佑。召唤的越多，凡事就越重。我带你走。走？去哪里？去很远的地方。不要召唤神兽。你觉得我会答应你吗？你会死的。每个人都会死。可我不想你死。是你把我从笼子里救出来，你教我武功、说话，教我怎么做一个人。那是因为我知道你的身份，你是青龙尾秀。不是这样的。就是这样的。如果你不是青龙尾秀，我就不会救你；如果你不是青龙尾秀，我也不可能这样对你。是因为我知道你的身份，我是在利用你。不是这样的。就是这样的。我不管你是不是为了利用我。总之，我对你
是不会变的。将军，报告将军，双儿姑娘有消息传来，说，已经找到召唤神兽的方法。水之精魂藏于西冥，树之精魂乃与民，世代保护。封印之地乃昆仑山中寒冰之下，与玄女之血相融，则神兽出焉。玄女之血。药离，告诉双儿，让他先去西冥找水之精魂，我自己去找雨民。得令。等等，跟双儿说，他做得很好。得令。孙大人，孙大人，你现在应该叫我大王。大王。他的脸就是长得太丑了，要不然一直戴着那面具也不错。他的脸当然不如孙大人的脸俊俏。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溜须拍马了？在我的印象中，药离是个惜字如金、从不说废话的人。那是我对着百里寒能少说一句是一句，他可是个多疑的人，就怕说多了引起他的猜忌。可对着孙大人就不一样了，我一直把孙大人当做自己人来看。没错，那个男人真是太难琢磨，也太冷酷了。药离大人为他百里寒做了那么多的事，他还不给你自由，真是太没天理了。你放心，今天只要帮我办事，等事成之后，我定还你自由。到时候，你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还能妻妾成群。啊，药离也能娶妻？只要你想，就都能得到。药离先谢过孙大人。那百里寒那边有什么消息？百里寒独自寻找雨民去了。独自寻找？那柳若霜和玉阳呢？他们被派去寻找水之精魂。太好了！传萧阳。上官锦，那我们现在打算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小兵，现在有没有苏沫跟素水的下落？还没有。我们现在要抢在百里寒之前找到3件宝物，才有机会召唤朱雀。我们先兵分2路，去寻找水之精魂，还有树之精魂，然后拿到昆仑山，去开启封印。对了，小兵，你继续用你的木蜘蛛去找苏沫他们。找到他们的话，就让他们到昆仑山跟我们会合。好，那你们3个人就去西冥找水之精魂。我和小兵则会去雨民那边去找寻树之精魂的下落。至于玄女之血，我会通知九黎，让他们帮我们去巡查典籍，看看有没有线索。请。异象人的阵法突然启动了。什么异象？曹沫的孙女怎么会和异象人在一起？没有，在来这儿之前，他为了救我受了很重的伤。你是不是旧病又犯了？外婆，你们呢？把他给我抬到屋里去，我要亲自给他医治。苏水，
这是我外婆，我已经跟我外婆说了，你是我的朋友，她一定会救你的，是吧，外婆？22年前，我用异乡人的血制成了特殊的阵法，只要游巫人一进此阵，必然会全身无力，体力透支。要想解除这个阵法，当然要用血。我问你，你是哪里人？我们是在一个小镇上遇到的，离摩尔镇不远的地方。撒谎！我问你，你是哪里人？你可知道有一个部落来自西冥，名叫游巫。外婆，我就是游巫人。什么？你是游巫人？淑华，你怎么和游巫人是朋友？你知道吗？当年就是因为游巫入侵，你的爹娘才会惨死，你才会独自飘零在外呀。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外婆，可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。素水只是一个小孩，他什么错都没有，他并没有杀了我的父母。我们青川族原先有着肥沃的土地，美丽的家园。我们青川人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勤劳地耕耘，过着安稳的日子。是这些游巫人，他们闯进了我们的部落，杀了我们的族人，掠夺我们的财富，使我们这么一个强悍的部落，衰落的只剩下几十个人了。经过这20多年的辛勤耕耘，才勉强有了现在这个部落呀。游巫人与我们有着刻骨的仇恨，这个仇不能不报啊！今天我要用这个游巫人的血祭奠我们族人的英灵。来人，把他绑起来，送到祖庙去。外婆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你不能这样对他的。外婆，素水，你还能走吗？我帮你挡住，你快逃出去！我是不会走的。不行，素水，外婆，你不能这么对他。把游巫人绑起来！素水，素水，给我过来！外婆，游巫人已经得到了应得的惩罚。游巫族因为积怨过深，被好几个部族联合起来剿灭了。游巫人只剩下素水一个。素水跟我们青川的仇恨没有关系，为什么？我们为什么不能放过他呢？青川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，为什么要抓着仇恨不放呢？此仇不报，枉为青川子孙。顺华，你不要再劝，也不需要再劝。我问你，你到底是要做青川的子孙，还是要做游巫人的朋友？你自己选择吧。让开，让开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走开，都走开！他是我们的仇人。你小小年纪哪来的仇人？跟我爹爹说他是仇人。你这是要干嘛？当着你族人的面前去救他，你就不怕你族人恨你？可是素水，他要是连这点都扛不下去，那就不配做朱雀星宿。放开我！你是不是觉得很为难？要不然我带你离开这里，远离这些纷纷扰扰。逃避能解决问题吗？逃避这些事情就不存在了吗？眼不见心不烦。我不能让他们伤害素水。可是你刚才都看到了，你的族人都把他当成仇人看待，如果不杀了他，恐怕是难以平民愤。可这些事情跟他没有关系，素水没有罪。他的血脉就是他的罪。很多东西都是命中注定的，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已经注定了。没有什么是注定的，只要你想就能改变。你错了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人可以和宿命去抗衡，就像赤羽，他一时逃避他的父亲，结果害死了他的母亲还有弘泰，这就是和宿命抗衡的后果呀。但起码他尝试了。赤羽没有想杀他的父亲，因为那个人和他血脉相连，他们之间有着永远剪不断的父子亲情。哎呀，说得很感人。
可是亲情，亲情有什么用呢？亲情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存在，它只会成为你的拖累，其他没有什么用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独自的活着。的确，家人和朋友在一起会吵吵闹闹，但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，我们才会变得更加坚强。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，才会有了致命的弱点。你知道赤羽为什么会死吗？就是因为他有了致命的弱点。他太软弱，太优柔寡断了。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如果他不是为了亲情去逃避他的父亲，早一点杀了他，他的母亲就不会死，还有洪泰也不会死。也许今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啊，你就会觉得今天是一个充满阳光的一天。但是现在呢，一边是你的亲人，一边是你最在意的朋友。保了朋友，舍弃家人，舍弃家人，你的朋友就会死。你会怎么选择呢？家人和朋友我都不会舍弃的。那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做到两全其美的。找了一天了，休息一下吧。别担心，我们会找到他的。你不用帮我了，你走吧。我做错了什么？你要我走？你什么都没有做错。你自己不是也说，召唤了青龙之后就要离开吗？寻找新月湖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不想再连累你。而且我答应你，不会再练稀世禁咒，所以你就没有必要陪着我。我的确说过我要离开，可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。那个时候你并不需要我。我知道。你现在也不需要我，可是你现在的伤还没有痊愈，身边又没有人照顾，所以我想多留一段时间，或者等你找到新月湖，我就走。苏帅，你还能走吗？趁现在外面没人，我带你出去。孙武侯不走。为什么？我没事，你不用管我。他们要用你的血祭奠先人。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的族人杀害了你的父母，对不起。那不是你的错，你当时就是一个小孩。可我身上流着游牧人的血，血债血偿，他们杀我是情理之中的。可这事又不是你干的，而且你跟我说过，你们是被雇佣的，真正的凶手是那些在背后指使你们的人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。听着，苏某，你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家，你不可以因为我舍弃你的家人。至于我的族人犯下的错，必须由我来承担。苏某，不要劝我了，我不会走的。外婆，盛华姐姐，婆婆问你什么事儿？我要见外婆，小桃。
婆婆说了，如果你要是为你的朋友求情，她就不见你。外婆，我求你了，我的朋友曾经救过我的命，如果不是他，我也不会站在这里。你就看在我的份上，放了他，就当功过相抵好吗？外婆，顺华姐姐，你快走吧，别说了。爹，娘，我回来了。爹，娘，如果你们还在世的话，会怎么做呢？我现在真的很矛盾。你们是因为有误人而死的，换做以前的话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去为你们报仇。可素水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怎么能做伤害朋友的事情呢？若要换成你们，你们会原谅他吗？谢谢。你旧伤未愈，小心着凉。你妻子真的和我长得一模一样。我以前都没有听过从你嘴里说出她的事情。关于她的事情，我都是听百里寒说的。你想听她的事吗？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，我自然会很好奇。你想听，那我就说给你听。她是东陵中在孙家的表小姐。孙家？孙巨。百里寒当年是孙家收留的门客，我和他年龄相仿，又志趣相投，很快成为了知己。有一次我去孙家找他，碰巧遇上了孙家的表小姐。不日，我便向蓉儿府上提亲。蓉儿的娘家很快就答应了婚事。在此之前，我因为羞涩，从未跟她提起。原本还担心她对我不满意，但是挑起盖头的那一刻，我见她跟我一样，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便心下决定，此生此世永不分离。婚后的日子过得很平淡，经过最初的声色客气，我们慢慢发现彼此的喜好、个性都非常相仿。渐渐的，周围的人开始笑我们太过恩爱。那段相敬如宾的日子，是我和蓉儿最美好的记忆。那为什么连他去世的时候，你都不在他身边？这一定是百里寒告诉你的。百里寒是说，你常年在外征战，所以疏忽了蓉儿。就连他病重了，你都不知道。但是你们俩如此相爱，你怎么会到最后一刻才得到消息呢？是因为我们为了隐蔽行踪，切断了军队跟外界的所有联系。几个月后，我们获得了胜利，但就在庆功的当晚，收到了蓉儿病重的消息。这个消息几个月前便已发出，百里寒怕我知道蓉儿的病情，无心应战，便封锁了全部的消息。
当我日夜兼程赶回东陵城的时候，蓉儿已经发丧1个多月了。直到那个时候，我才明白，所谓的功名利禄、远大前程，都是欲望的幻影。当值得你分享的人没有了，所有的奋斗都没有了价值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归隐田园，再也不问世事。冰玉，我知道你对蓉儿的感情，我也知道，因为我长得像她，所以你一次又一次的容忍我。但是你心里应该很清楚，我和她根本就不是一种人。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的确错把你当成了蓉儿，但是我并没有把你当成她的替代品。你和她的确是2种人，但是你们都是值得男人真爱的女子。你值得拥有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任何东西。如果早一点认识你的话，很多事会和现在不一样。只可惜我们认识的晚。不晚，只要你愿意。愿意什么？只要我愿意，还可以回到从前那样，是吗？就算我愿意回到从前的福儿，可是周围的人，他们会放过我，会原谅我吗？我只能继续的走下去，哪怕前面是条不归路，我也只能走下去。顺华，顺华，顺华，外婆，外婆，顺华，这么晚了又冷，回屋去吧。我只是在想，如果娘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她会怎么做？你娘是被游巫人给杀害的，你想啊，她会原谅杀害她的人吗？就算你娘她能够原谅，你的父亲他也不会同意啊。好了，顺华，别在这儿了，就让你父母在这儿好好的安息吧。可是外婆，素水她救过我的命，没有素水，就没有现在的我，我们也不会相认的。胡言乱语！外婆，我天天祈祷神灵，能够期盼着你回到我的身边，这岂是一个游巫人他能够办得到的？外婆，我知道按照我们青川人的说法，要血债血偿。素水救过我的命，如果素水死了，我也会用我的命来补偿她。什么？你要为了她去死？我不是为了她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您是我的亲人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你们2个我都无法割舍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外婆，我不求你们放过他，我只求你们给他一次机会。就算是罪人，他也有辩解的权利。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呢？外婆，只要你答应我，以后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好，如果我给他一次机会，那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要是我们青川的先祖都不肯原谅他，那你以后就再也不许有什么意义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满月时分，烧死那个游巫人，抚慰仙灵。青川婆婆，您说这么做行不行？抚慰先人，是我们青川后辈必须做的事情。这样做很好。不过，我们青川人都是讲道理的，而且也是守信用。
今天这个落网的尤乌人，他只是20几岁，在22年前，他还是个孩子。如果我们今天把一个当年只有几岁，而且从来没有参加过战争、杀害过我们的人，把过去的罪过都清算在他的头上，难免会落人口实吧？不错，那时候他是个孩子，可他身上流的是那个野蛮民族的血，用他的命来为我们青川死去的族人赔罪，有什么过错？要是放了这个世仇，我村民的情绪该怎么安抚？20多年前的事，我们都还历历在目，这种深仇大恨，就那么容易被抹去吗？婆婆，难道是因为顺华的关系，你要放了那个尤乌人？你这么做，我们怎么服众？我们又怎么能自处？婆婆，你别忘了，在那场灾难中，我们那么多亲人都……我说了要放那个尤乌人吗？我只是说，我们能不能用其他的办法让他来赎罪？什么办法？尤乌人罪孽深重，不可饶恕。但是，他的生死，我们何不交给我们的先祖来决定呢？我们的祖先一直认为，如果身负罪孽的人能够通过祭责，那证明我们的祖先原谅了他。祭责乃容颜大泽，险处横生。从我记事起，就没有一个人能走出来。苏水，来喝点水。你不用一直来看我，这样你的族人会不高兴。对不起。你说对不起干嘛？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。有件事情，你要好好听着。与青川毗邻有个大泽，名唤祭泽。泽内遍布瘴气，但祭泽之上有一条石滩之路可通对岸。只要能通过这条石滩之路的人，就是上天同意原谅的人。苏水，你愿意试试吗？我要是走过去了，就会得到你族人的原谅吗？我去。苏水，我不要你死，我要你活着。放心吧，我没那么容易死的。祭泽诸神，青川众人请命。尤乌素水罪孽深重，请祭泽代为裁判。尤乌素水，你的灵力已经被咒符抑住，现在只能凭你自己的单薄肉体之力与瘴气抗衡。你可记住了，素水，你要是能通过这条路，证明神灵原谅了你，你所背的罪孽、责难都可以洗刷掉。素水，小心一些。
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要想取得谅解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啊，顺华，你要给我想清楚了。你要是上去，可就没有后退的路了。这条石路会耗尽他的体力，吸尽你的灵力。到时候你要扛不过去，外婆可就救不了你了。外婆，青川的先人们一定会原谅素水的，保护我的。哎，你。素水，快回去！来不及了，我们一起往前冲。我们已经喝过南树的树浆，我们是朋友，不是吗？来。为了保住你青川婆婆的名号，就可以将自己的孙女置诸死地，这就是所谓的亲情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叫他们顺利通过之后，堵住悠悠之口。只有这样，我的孙女今后在青川才有立足之地。